背后的利益啊。我觉得不去写利益，可是你可以去讲，他因为什么脉络逼着他只能去做这个决定，而且这个决定看起来似乎不是对他的族群很好。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历史因素。我还蛮想问，有历史因素，也有个人情感因素，也有个人利益因素。你要怎么样去判断说，所谓对族群不见得很好，是他真的在乎，对吗？头人做的这个决定，不见得对他的族群很好，可是他其实也不见得在乎他的族群啊。他如果真的不在乎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会尽量，我就会跳过他，我会开始写底下的人的故事。可是如果他的决定很重要的话，而且我又有办法去问到说，他其实是很无奈的在做这个决定，而且他没有选择，他可能有选择，可是他可能有选择，可是事实上，他有他的历史因素，逼着他只能做这个决定，你就只能呈现一个很悲哀的事情。通常部落的分裂 ，A 说 B 很鸡巴 ，A 走到 B 的区域去 ，B 就对他丢石头 ，B 也说了一样的话。可是他们两边讲的话看起来都 make sense， 而且他们都会说，所有人他都会跟你说，我们都是为了部落好的时候，你作为一个外人，这个时候最危险的就是选边站。最危险的东西就是选边站，而且这会让你再也没有办法进去那个群体里面，你就只能去设法找出他们背后同样都是爱部落，可是何以产生这么大的歧见？我觉得你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，然后其他就交给你的读者判断。因为这是我每天面对的问题啊，我觉得我每天都我们当记者每天都面对这种问题。那时候有个部落头人，他真的他支持马英九，我支持土地征收条例，那怎么处理啊？我帮你尽量避免去处理个人的东西，而去处理结构性的东西。就是结构性的东西，你如果写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去面对那些在被你曾经采访过，然后他们怎么样面对这篇采访？我觉得讲非常直白，就是你所谓你理解的结构，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。对啊，但是实际上像我刚刚讲啊，像14章这个拆迁的时候，我们去，然后就是当地的人已经跟议员讲好了，差不多妥协了。那我们会觉得那个妥协是有点问题的，可是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决定啊，因为毕竟实际上去承担那个结果的人也不是我们，那我们也无法确定我们的介入对他们来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，你只能去跳脱这个个案，去写一个比较结构性的问题，像是拆迁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没有先建后拆？为什么没有具体安置方案？变成你不能只是写一个个案，而是这个个案可以引导出什么样子的结构性的问题？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又有没有一个解决的可能性？我会比较倾向这方面的处理，不会变成只是钻牛角尖在这个个案上面。